Chatting in a coffee shop, sitting by the windowsill, walking down 8th Avenue with you. 拖了好久，终于来到了最后一篇法国篇了。我们搭公车去巴黎12区。Call me when you get back home. Meet me at Manhattan Henge. Meet me under Columbus Circle. 巴黎12区的贝西村是旧酒庄与仓库改造而成，除了美食区，也有不少店铺可以逛。可以在这吃点东西，喝杯红酒，悠哉待上一段时间。今天天气依然好好，我们点了一支欧洲知名连锁花瓣冰淇淋，可以看到冰淇淋是一片一片抹上去的，真的是赏心悦目。只是口味对自己来说呢，比较普通一点。I'll be waiting there for you. Meet me when the stars align. Meet me when the earth divides. I'll be waiting there for you. 在贝西村走马看花逛完后，我们前往今天主要的目的地，也是期待已久的地方。街头艺术博物馆，又称游乐场艺术博物馆，是一个超独特的法国博物馆，可以体验19、20世纪法国游乐场的氛围魅力。游乐场艺术博物馆位于古老的巴黎葡萄酒庄，是一个既奇幻又欢乐，还充满魔法的巴黎博物馆。这里的收藏品大多是游乐园相关古董，是一位演员兼古董商的个人收藏。本来只是单纯收集，结果越收越多，于是就决定开个博物馆好了。这个跳脱传统博物馆规则的地方就此诞生。这里不是只能看，还能亲身体验、参与互动。走进这里，就像回到19世纪的法国美好年代，就像一个被施了魔法的园区，不论大人小孩都一定会爱上这里。Quand le carrousel, c'est cette fameuse parade des chevaux militaires où les chevaux sont bien décorés, ornés de toutes leurs belles parures. Et c'était en référence de cette parade qu'ils vont appeler. 我们预定到的是下午1点半的场次，准时入园不需提早到。会是一个小团体，配有一位导游进行。整场只有法文解说，但在入场时会拿到一份英文解说单。一进场，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巨大的奇幻热气球，是以环游世界80天为灵感创作。Meet me at Manhattan Henge. Meet me under Columbus Circle. 第一个可以体验的游戏项目是一项1970年代很红的游乐设施，用球滚进前方的洞，依照分数前进，最快抵达终点的就是优胜者啦。Meet me at Manhattan Henge. Meet me under Columbus Circle. I'll be waiting there for you. Meet me when the stars align. Meet me when the earth divides. I'll be waiting there for you. Chatting in a coffee shop, sitting by the windowsill, walking down 8th Avenue with you. 接着来到第二个展馆，
这边是以威尼斯面具嘉年华为灵感，这个是贡多拉旋转音乐盒，坐上去之后会开始播放音乐，慢慢转，就好像真的置身在音乐盒里。接着下个场景还能听到意大利威尼斯的歌剧，真的超酷的。Sur le salon qui accueille un carrousel. Entrez, entrez, messieurs, mesdames. Bienvenue, bienvenue. 最后一个展场是整趟导览的最高潮，一进来就可以看到一些奇奇怪怪的木马，像是这个半马人。隔壁房间就是重点之一，木造旋转木马。这个旋转木马是在20世纪初期制造的，因为在早期能骑马的只有贵族和士兵，所以一般人想要骑马就是靠旋转木马。最后是这一整趟最重要的重点——脚踏车旋转木马。这个脚踏车旋转木马于1897年制造，最快可以到达时速64公里。大家一起坐上脚踏车旋转木马，一起踩，让脚踏车前进，真的是超快又刺激，整个过程也好玩乐。整体来说，虽然我全程都听不懂，但是馆方发放的小册子，加上可以直接亲身体验这些古董游乐设施，都让我觉得听不懂也玩得很开心。如果想体验19世纪巴黎游乐园的魔法魅力，或是来这里拍拍美照，真的是超级推荐的景点哦。
餐来到一间平价的法国料理餐厅，这间餐厅在热门时段是需要花上很多时间排队等待。餐点价格与一般的餐厅比较起来，真的特别平价。店里有英文菜单，除了单点也有套餐的选项。因为太喜欢蝸牛了，这边我们直接一人点一份，也点了这边必点的招牌，就是油封鸭和一份猪排料理。餐点不错，缺点就是需要与陌生人并桌。若遇到又急又赶的服务生，也会吃起来很紧张，并没有法国的悠闲感啊。若想来用餐，建议热门时段再来哦。结束了午餐，我们搭地铁回到饭店附近，准备去做一些伴手礼的小采购，还有在饭店外喝杯咖啡。You hear this song, the way you got me dancing round the question, awaken all my senses. Think I have a chance, although I might be. 晚餐我们来到一间巴黎朋友介绍的餐厅，刚好也在饭店附近，就走过来啦。其实用餐前还没有饿，但在巴黎最后一晚，晚餐还是想好好安排一下。我们点了一份6颗生蚝当前菜，烤季节时蔬，当日推荐烤鱼，口味蛮特别的，鱼还保留了一定的鲜度。最后一定不会少了甜点。对了，还有点了酒，侍酒师很棒，可惜最后选上的还不是最满意的酒。